这个小男孩的举止十分怪异，他将货架上的冰淇淋全部打翻，只要有摆放冰淇淋的地方，他都会毫不留情地破坏掉。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售卖小哥都惊呆了，直呼64824。保安以为他是个来捣蛋的小屁孩，赶紧将他控制了起来。原来这晚小明想吃个宵夜，他打开自家的冰箱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，冰淇淋居然自己会挪动。小明吓得连连后退。这时父亲走了过来，询问他怎么了，小明却说冰淇淋会动。父亲扫了一眼，以为儿子在撒谎，一巴掌拍了他一下，让他赶紧回去睡觉。而父亲自己却尝了几口，感觉味道还不错。到了第二天，哥哥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冰淇淋，但被小明叫住了。他觉得冰淇淋有问题，劝他最好别吃，而哥哥却不以为然。母亲还给小明舀了一勺，他却死活都不肯吃，结果被哥哥一口吃掉。小明眼看劝不听，一把将他打翻在地。由于冰淇淋的味道实在是太上头了，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，而且在各大商店还无比畅销。超市里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冰淇淋，疯狂地舔食着。小明发现之后，立马抢过来将其扔在了地上，因为只有他知道这冰淇淋有问题。随后对货架上的冰淇淋进行破坏，但很快就被保安给控制住了。那么超市里的冰淇淋是从哪来的呢？原来在一个下着暴雪的夜晚，老头似乎在地上发现了什么，他用手指挖了一点，塞进嘴里尝了一下，感觉味道好极了，这顿时引起了商人的注意，于是买下矿场进行大批量开采，放进包装盒就开卖了。到了晚上，小明来到了厨房，他发现家里的食物都被扔进垃圾桶，而旁边却堆满了冰淇淋空盒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每晚都会疯狂地吃冰淇淋，好像跟上瘾了一样。但他们发现只有小明不爱吃。这时，父亲咬了一口冰淇淋，想塞进他的嘴里，但小明压根就不敢吃。眼看情况不妙，小明想要趁机逃走，却被哥哥抓了回来。父亲手里拿着冰淇淋，想强迫他吃下，他只好乖乖地递过冰淇淋，故意走到楼上支开他们。父亲看到后，还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趁父母不注意，他偷偷地将冰淇淋倒进马桶里，可下一秒，冰淇淋竟然活了过来。小明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。冰淇淋挣扎着想爬出马桶，好在他及时按下冲水阀，这才把他冲进了下水道。紧接着盖上马桶盖。为了糊弄父亲，他在柜子里拿出一瓶泡沫胶，把它做成冰淇淋的样子，故意当着父亲的面大口大口地吃着，随后放下冰淇淋跑开了。但狡猾的父亲还是发现了端倪，拿过冰淇淋放在嘴里尝了尝，果然是冒牌的。此时小明已经跑出了门外，三人立马追了过来，刚好有个男人开车经过，小明赶紧上车逃命。原来男人叫小帅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侦探，他也发现冰淇淋有问题，据说吃了这种冰淇淋会越吃越上瘾，整个人的思想都会受到控制。于是他开始上门调查，可老板却拒绝说出冰淇淋的秘密。想不到的是，小帅前脚刚走，狗狗就像发疯了一样，对着男人攻击了起来。他拿起电话想要报警，可狗狗居然把电话线拔了下来。就这样，男人死在了自家狗狗的手上。到了晚上，小帅回到旅馆休息，诡异的一幕却发生了，冰淇淋突然从枕头里钻了出来，一把抓住他的脸。小帅顿时感到呼吸困难，躺在地上不停地翻滚。小美赶紧拿出一瓶酒精倒在他的脸上，然后用打火机将他点燃。随着大火的烘烤，小帅才顺利将他甩飞。就在这时，旅店老板闻声赶来，以为他们在房间里搞破坏，上来就要揍他一顿，但被小帅一个过肩摔干倒在地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旅店老板就被冰淇淋喷到了墙上，随后慢慢地消失在了里面。房间内瞬间燃起熊熊烈火，小帅带着小美逃了出去。为了查明真相，几人连夜驾着一辆飞机出发了。到了地方后，小帅和小美先下了飞机，而小明还在飞机里睡觉，想着让他多睡一会，打算先坐车去工厂调查。此时小明从飞机上醒来，却发现机长已经被冰淇淋杀害了。小明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见冰淇淋离自己越来越近，他赶紧打开机门，慌张地跑了出去。他趁工人不注意，偷偷躲进了罐车里，但上面的门盖被工人关上，小明被困在里面出不去。与此同时，小帅和小美也来到了工厂，对冰淇淋的生产工序进行了询问。只见工人们都忙得不可开交，而冰淇淋也是井然有序的正常生产，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。了解完基本情况后，小帅和小美偷偷来到了矿场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大吃一惊，冰淇淋居然在地上蠕动着，而这里的工人就像机器一样，面无表情地埋头苦干。为了深入调查，小帅换上工人的衣服，在石壁上安装了定时炸弹，还乔装成这里的工人，若无其事地走了进去。一个领头的工人发现小帅没戴帽子，于是追过去询问情况，结果瞬间被拿下，帽子成功到手。与此同时，工人打开了阀门开关，将大量的冰淇淋输送到罐车里。眼看小明就要被冰淇淋团团包围，他拼命地呐喊求救，刚好被经过的小帅听见，他一拳将工人打倒在地，还强行抢下了大卡车，然后赶紧开车溜走。紧接着按下事先准备的炸弹，伴随着爆炸声响起，整个山体被炸成了渣渣灰，地上的冰淇淋也被碎石掩盖。他逃出来后，第一时间救出了小明。小帅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因为这个方法只治标不治本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去军营里找军长帮忙，跟他大体说明了情况。
况。随后，军长带领一批军队冲进了冰淇淋工厂，他们二话不说就交起了火。没想到工人倒下后流出的不是血，而是冰淇淋。当他们冲进去后，才发现工人们都纷纷倒在了地上，身体完全被冰淇淋吸干了。军长下令对这里展开爆破，罐子瞬间被炸裂开来，一大锅冰淇淋直接蜂拥而出，眼看就要控制不住。他们几人立马来到市区，准备向民众曝光冰淇淋事件。这时，小黑走了进来，原来他是这里的负责人。可想不到的是，小黑才是冰淇淋的幕后 boss。他将小明围到墙上，小帅赶紧拿出电线，对着冰淇淋老大电得滋滋作响，然后将两人救了出来。就这样，冰淇淋老大彻底领了盒饭。最后，他们通过广播将这件事告知了所有人。冰淇淋事件传开之后，民众们将所有的冰淇淋堆放在一起，把它们全部焚烧殆尽，还把冰淇淋售卖店一一炸了。无良老板也被绳之以法，但还是有些小贩偷偷的贩卖冰淇淋。影片到此结束，希望你们看完之后不要对冰淇淋产生阴影，先吃个冰淇淋压压惊。